浦0-2不敌埃弗顿，再丢3分，还能争冠吗？今天无疑是利物浦球迷痛苦的一个夜晚。德比战不敌保级队，导致积分差距与榜首的阿森纳来到了3分。同时，阿森纳的净胜球也是高于利物浦。在此基础之上，阿森纳甚至还有一场失利的容错率。就算考虑到他的魔鬼赛程利物浦也是相当的被动。关键阿森纳还不是那个最大的对手，曼城少赛2轮。下场将做客布莱顿和诺丁汉森林。如果他6分拿满，曼城将比77分的阿森纳高2分，比74分的利物浦要高5分。那么我们可以基本宣布利物浦的赛季结束 out 了。我不认为曼城会在余下的4场比赛中丢掉这么多分数，所以呢，对于利物浦和阿森纳球迷来讲，曼城明天客战布莱顿就相当关键了。布莱顿能不能赢暂且不谈，如果能够给到他足够的威胁和消耗，2天之后曼城就要打诺丁汉森林，还是客场，那丢分的可能性是有的。假设丢分，后边还有热刺，那么一切就还未知。如果不丢分那这股劲儿让他缓过来了。后面单线作战4场联赛稳扎稳打，基本上利物浦就赛季结束了，人那俩队自己玩了。那么本场比赛再次展现了利物浦进攻上的乏力，在萨拉赫突然入魔了之后，球队无人得分啊。若塔上上停停，就这么一个聪明孩子还老不能上，前面各种单刀打丢，士气一落千丈，你不输球那才是奇迹啊。但是当我们回顾赛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只是一个凸显的问题。那么是什么让问题产生了呢？第一，引援。去年夏窗，所有人都在为利物浦找后腰。经过赖斯、坎塞多、拉维亚等都被人抢走之后，利物浦退而求其次，拿下了远藤航。远藤航很好，能用，这个价位是相当合适的。但是作为争冠球队，特别是利物浦这个打法极为折腾后腰的情况之下，他的档次就有点跟不上趟，上限不够，导致你整个中场太矮了。再加上分为离谱的东窗，今年利物浦东窗是伤兵满营，特别是后防线一度是无人可用啊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以为看到了争冠希望，挤一挤嘛，你也得买俩轮换呀，结果愣是没买。就这么一整，打斯巴达没人轮换，足总杯面对曼联被绝杀，掉了这股气。主场再完败，亚特兰大彻底怀疑自己。利物浦本赛季凭啥能争冠呀？凭的就是你这股气，因为你阵容刚组，中场都是陌生人，一旦你怀疑自己，马上你就展现不出战斗力，这股劲儿一泄就完蛋了。第二，克洛普宣布离任时机。赛季中的宣布离任，我们就说过很奇怪，大概率是跟俱乐部管理层有矛盾。为啥？因为到赛季末，各种选帅风声传出来，务必会影响球员。明年你换哪个领导来，换哪个教练来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喜欢什么样的队员，我会不会还有位置，我会被交易吗？每个球员都会有想法，这种不稳定性是不可避免的。就算你是克洛普，你也不能阻止队员胡思乱想。每个球员都是要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的。当然了，赛季中也是狠狠地打了波鸡血，球员为了给克洛普送行是场场奋勇，个个争先。但是赢球的时候，什么问题都会被掩盖。冠军球队看的是输球之后的调整能力，而利物浦球员一旦开始怀疑自己，势必会被各种新闻冲击。每个人都为自己多想了一点，他想一点，他也想一点，那么团队就没了。这几场比赛尤其明显，落后之后还有人拼命向前了没有？第三，萨拉赫的大退化。直接讲，萨拉赫如果本赛季正常点，最起码利物浦还要多5分，甚至可能欧联杯还在踢。他的退化对利物浦来讲太致命了。没人进球，你对于足球来讲你是拿不到3分的，拿不到3分你是没有联赛冠军的。最终还是希望利物浦有一个好的结局。假设今年4线争冠拿了一个送客杯，那还不如去年曼联呢，最起码还有一足总杯亚军。至于下赛季利物浦选帅，现在有几个关键词给你们提供一下：荷兰豪门，荷兰人，光头，全攻全守，熟悉的感觉，兄弟们，英超光头联盟。现在不看几场比赛，谁又能觉得利物浦下赛季乐观呢？